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罗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我和他有什么进展吗？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铜锣烧和鞭子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抹茶的年轮蛋糕和云的卡牌，第3个选项是蜂蜜蛋糕和太阳的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一张卡牌，或者选择一种甜点。如果有2种以上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2个都听听看哦。那我们就开始吧。OK，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选择铜锣烧跟鞭子的朋友，你和他会有什么进展呢？来看看吧。我们一次把牌阵的牌全部出来，再一起解说哟。我再补充一张牌好了。OK， 我们来看这一组的朋友，你跟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你们现在2个人的现状哦，我觉得你们2个人其实现在是一个没有进展的一个状态，而且有点没有照着你们原本想要走的一个脚本去走那而且我觉得有点失去控制，就是说你原本可能是想说你们2个可以很顺利，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哪里觉得怪怪的，然后甚至原本你觉得你还蛮喜欢他的，可是中途你突然会觉得好像不是我要的，就这段感情不是我要的，会有这种感觉这是你们现在的现状。然后你有点不知所措，就是你接下来面对他，你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面对，然后不知道要怎么样子跟他继续走下去，我的一个现状就觉得有点迷茫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对方他的头脑里面，他的脑袋里面他想什么。好，这一张是他的头脑里面的想法，就是他现在面对跟你的感情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内心其实非常的挣扎。那我觉得他这个挣扎应该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还蛮晕车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应该是还蛮喜欢你的，可是他可能觉得例如说自己不可以太躁进啊，或者是说他觉得有些事情可能不能够这么快跟你讲明白呀之类的。因为我们从其他的牌组来看，就可以知道，我觉得他现在的状况应该是非常喜欢你，就是他头脑里面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风暴，然后天天都在打架，就是我要不要打电话给他？可是我打电话给他会不会烦到他？可是我觉得我很想他，那我想要跟他见面，但他会不会不肯？就他头脑里面充满了各种小剧场，而且都是那种就是就是天使打魔鬼，然后左手打右手的感觉，这样子。OK， 好，还蛮妙的。OK， 那你的头脑里面现在想的是什么呢？这张是教皇倒着，我会感受到的是，我会觉得你现在心里突然之间变得没有那么的觉得他是那个对的人呢。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OK，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会觉得原本可能会觉得跟他心灵相当的契合，可是好像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或是你可能经过这一阵子的一个可能彼此的认识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事件，让你突然之间觉得我好像跟他其实说不定没有这么的契合，那三观可能没有这么的一致，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心灵上你会觉得有一点没有那么的 OK， 就对这个人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你们彼此的心里面。好，你们彼此心里面，这是头啊，这是心。好，那心里面，我觉得他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选择，或者是他有可能在物色一些对象，但是他就认定你了耶。他现在状况是认定你的耶，所以我会觉得说，他这边的状态其实是一直线直奔你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哇，我们又见面了，然后一个人就是双手敞开，然后拥抱过去的时候，然后你这边突然之间闪开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可是我觉得很像这种场景，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冲过去，那就哇好开心好开心，我终于见到你了啦，我要给你一个拥抱，然后你就直接就缩起来，然后往旁边闪，你知道吗？等一下，我真的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OK， 好，那这个是一个宝剑四，就是一个躺平，一个人他躺平哦，那就代表说，我觉得你现在心里面对他的状态是一个休止符，就是它是一个停止的一个状态，停滞的一个状态哦。就是你想要暂时先把它放旁边，先缓一缓，先休息一下我对他的感情，我对他的想法，这样子。好，大家知道，就是有个名词叫蛙化嘛。我其实昨天才跟我的一个学生就聊到，就有关于蛙化这件事情，然后。我今天算牌，我们就看到一个
挖话的现象就是我觉得你这边真的完全就是挖话，就是你对他你原本可能是很有热情，然后可能真的就觉得很心动，可是现在的你是突然之间就那个火熄灭了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个牌组这个牌面完全就是一个挖话现象在你身上发现。 OK 好，不闲聊，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你跟他的状况。不好意思一直在笑，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太可爱了。 OK 这是他的未来的一个状态哦。我认为他在近未来大概3到6个月之内，他还是会对你他还是会对你不好意思，他还是会对你有很大的热情，而且他还是觉得你们两个就是要在一起，而且他会没有办法放手，他觉得你就是他的真命天女真命天子。对，而且他还觉得你们是时候该交往了。OK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你之后的一个进展哦。我会觉得你就毫无犹豫了耶，所以我觉得你会直接就是把这个人至少我觉得你不会再把他定义成喜欢的人，或是你要跟他交往，或是之后想要跟他在一起一个对象，你完全就是会很决绝的把他可能例如说我们就退回朋友，或者是说那我们就真的不联络。我会觉得你完全就没有犹豫了。你现在可能还有点可能就是有点残留着，就是他之前跟你之前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悸动，但你之后就没有了，就完全的看到了你自己的真心。那我觉得是不错的事情啦，因为六花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自己的真心，然后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决定。这是很好的事情，我是鼓励的，只是我会觉得对方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好，等一下我们再来出个建议牌 OK。 好，那最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哦？我会觉得你会慢慢的离开耶，就是慢慢的收回你对他的好，然后慢慢的收回你对他的一个联络，就会尽量也不是会直接疏远，而是你会缓慢的往后退，然后可能在距离也会拉开，那你会呈现一个就是你尽量也不要伤害到他。所以我觉得你还算是一个蛮 nice 的一个人哦，就是你其实不想要伤害他，所以你有一点慢慢的去拉开距离的感觉，我在这个牌面上面是看得到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建议好了，好不好？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到是你会拉开距离，然后会慢慢的退回你觉得你跟他最好的一个距离。我们来看一下你该怎么做，好不好？就那我们出2边好了，一样，就是一边是如果你想要重燃起你的热情，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我们来出一个你如果想要就是跟这个人能够温良恭谦让的跟他拜拜，那我们该怎么做？好吧，来。我来看一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好想知道。天哪！不过真的有时候有一些就是挖话的点，就是你突然之间对这个人冷却掉的点，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耶。
好，重燃热情的话 ，OK， 好，那另外一边是，如果你真的就想了想，还是真的不觉得它适合你，那我们怎么办？OK， 这两张牌真的很极端，来，我们来好好的讲一下。这张是圣杯随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想要再跟他有给他一个机会，给你们两个的感情再一个机会，然后看自己可不可以重燃你的对他的一个喜欢或者是心动的感觉。那我会认为你自己其实。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再多尝试的，去对他好。虽然你现在这个状况是挖话的现象，可是我会觉得说，这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再试着看看，就是对他好，然后再试着回想起一开始你们认识的时候的那个心动的感觉，跟多回想起他是怎么样对你好的。OK， 好，那就我觉得稍微往前，也不要直接就退到朋友，而是我会认为你们就是再往前转一些时空回去，就稍微再往前转一点，也许你会把之前对他的那个好感跟那个喜欢的感觉给找回来。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再给他一些付出，也许你会觉得也许好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的糟，或者是也许他有其他的一些特质值得你有另外一波的心动哦，好吗？那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就不觉得他 OK 了的话，那你该怎么做？那这张是世界牌，它是倒着的，所以我会觉得也许你们在相处的期间会有很多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两个人认识，两个人就是在彼此喜欢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跟给对方很多的滤镜，就会给很多的特效跟滤镜，所以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好帅，或者哇，他真的好美，他真的好正，他好棒。可是，你自己也会演。我说演其实好像有点太直接哈，但我就是直接讲，就是我会觉得你会演出他喜欢的样貌，或者是你会避开他不喜欢的样貌。那这张牌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把那个给他的滤镜跟自己扮演的滤镜整个打破，把他的滤镜给拿掉，把自己的滤镜给拿掉。对，就是不用再给他看这么多美好的部分，就多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的部分给呈现出来，然后不用再小心翼翼。那有时候例如说讲话会遣词用字会很小心啦，或者是会特别的想要可爱爱的呀，或是讲话特别想要很 man 很帅气的，我觉得这些全部都可以拿掉了。OK， 好，那虽然有点简短，但我们今天你跟他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我们这一组的朋友我们就讲解到这边。那我会认为是说，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忠于本心，忠于自己的心。那尽量不要伤害到别人，慢慢的拉开距离是一个正确的，是一个体贴的一个选择。那两个人缘分能够碰在一起不容易，
所以我也不会说就希望你们两个人就赶快拆伙或是什么的。那我觉得这边就依赖你的判断咯。那无论是哪个抉择Loka 都觉得你很好，那你也会做最妥善的一个处理。OK， 那第一组的朋友，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那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抹茶年轮蛋糕和云卡牌的朋友，你和他会有什么进展呢？来看看哦。等一下，我等一下，我想一下，我出一张补充牌。这个进展，我再出一张。OK， 好哦，我想想怎么样讲解。好，抱歉，好来。OK，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现在的一个状态哦，感情状态。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有点复杂的感情。我不知道是哪一边有人哦，就是总之你们两个，其中有一边应该是有其他人，或者是已经有家庭，或者是可能跟前女友、前男友，或者是可能还没有完全分手的状态，我不知道。总之，你们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缠着其他的感情线。好，那我觉得你现在在犹豫，他也在犹豫，就是你们两个心里都挂着一些包袱。那其中有一个，或甚至你们两个人
都在考虑到底要选他还是选他。对，就是你爱我还是他这样子，有没有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头脑里面在想什么，关于跟你的感情。第一，我会觉得他对于你的感情是会，我觉得他会觉得能够博得你的青睐，就是会让你喜欢他是一件非常，就是感觉很胜利，感觉哇，就是我让一个很美或很帅或者是很赞的一个人喜欢，就是他其实内心很得意哦。那再来就是，但同时之间，我觉得他是在头脑会不断的逼自己冷静，就是要冷静思考，然后要情绪的部分不能够这么的表露出来。所以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他讲话会过于感觉也不是古板的，就是你会觉得他讲话有在收敛些什么。就是有在盯住什么这样盯住，我不知道，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可能听不懂，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的，例如说讲话就没有那么甜，或那么撩你，就是你会觉得他语带保留，然后会有一点感觉在藏什么，就是不会全部都给你知道他的情绪啊，他的对你的情感，所以你会有时候会觉得他有点那么一点点的冷，会有点冷的感觉哦。好，因为他在强迫自己要理性，但他内心是非常的，就他另外一个他是内心就觉得耶，我争取到我自己心中梦中真的很喜欢的一个人这样子。好，那你的状况呢？我觉得你在挣扎你现在在挣扎你在挣扎你是不是要走就你要不要离开哪一方？我再出一张补充牌好了。OK， 你好辛苦哦，好辛苦，天哪！你现在应该很痛苦吧？你很挣扎就你在想你到底要取舍哪一边呢？就其实内心是有挣扎的，然后你自己也不喜欢，我觉得他那边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你自己这边是也有还没有解决的一些事情，就是你自己的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于之前的感情的一些包袱、一些不安，一些之前可能受过的伤也还残留在你的心里，然后你自己可能走不过去。就是你过不了那个坎，然后可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很想要就是突破自己，然后或者是你这边是有家庭或是已经有其他另外一个喜欢的人，就原本有个喜欢的人啦，那这个是你最近比较在意的对象，那你有在考虑到底是不是该离开某一边，但是又还在，又现在是正在思考，我觉得现在正在思考。OK，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还蛮辛苦的一个状态哦。OK， 好。那如果有一些过去的一些负担或是一些创伤的话，我认为你自己也在努力的想要摆脱它。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接下来是他的心里面对于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哦？这张是钱币骑士，那倒着，那我会觉得他有想要跟你有一些未来的规划，但是他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具体的一个image，就他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景象。那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知道他应该要开始跟你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愿景。那但是他现在其实自己也有点想不太到。他知道要有，可是他目前其实也有点想不到。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会没有他现在面对你的一个状态就是随遇而安。那反正喜欢的心情来了，或是想念你的心情来了，他可能就会丢个讯息给你，或者是会突然之间就打电话给你之类的，这都有可能。那在你看来会觉得他比较没有一个计划性，或是怎么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小冲动的感觉。虽然他表面上其实是有他在头脑里面啦，不是表面上，他头脑里面其实是有在 hold 住自己，让自己多冷静、理性，但他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暴走的部分在。OK，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我觉得你现在在努力的一直在努力的思考，到底对于你跟这个人，跟可能另外一个人，或者是面对他跟他那边的过去，或是他那边的一个可能他的太太或他的先生或他的男朋友女朋友，你会一直思考你要怎么做才是对的。你真的很辛苦哦。我觉得你现在内心其实算是蛮煎熬，但是我认为我觉得你有这段思考，有这段沉淀的时间是很对的，是很好的。因为其实喜欢上一个人，你有时候真的挡也挡不住，缘分来你挡都挡不住。可是你在这个时间点，你有在努力的思考该怎么做，那我会认为，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同时之间我会觉得你可能也会找一些像比较可以信赖的人，或者是例如说像自己的心灵导师啦，或者是可能也会上网就是例如说看一些塔罗心灵的一些解析，去追寻答案。那我会认为其实是有在努力的找解方，你有在努力的找解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你跟他你跟他的未来哦。 OK， 哇你们两个人 OK，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都有努力在拉住自己的现状，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么的冲动，这么的
喜欢的感觉不要这么的爆发出来，可是然后有那种就是不可以，我不可以就是再继续讲下去，可是你们下一秒，你们大概其实现在是疯的世代啦。其实以前我们都会说3到6个月，现在其实到1到3个月，你们2个人就会以非常非常快速的，就是很快速的一个就是的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动力让你们非常快速的接近彼此欸。就你会想了一圈，你就会觉得累，我觉得你真的会累，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不要想了。前面有悬崖我也跳了，有没有？好哦，然后对方也是用冲的，也用飙速的耶。OK， 你们真的太可爱了。好，那OK， 所以你们未来会用很快速的速度，然后不会再想，也不 hold 住自己了。就是想了一轮，然后犹豫了一轮，然后纠缠纠葛了一轮，纠结了很久，然后就不想了，我们就是要在一起。你们是勇敢的一对哦。 OK， 好，那这边的3张牌是接下来你们的进展耶。完全就一样。 OK， 这就是你们原本你看哦，这个宝剑八，他原本是一个人，有没有？然后被自己绑在那里然后眼睛也蒙住，后面都是篱笆，用剑的篱笆把自己，这个人他是把自己给捆起来的，没有人捆他，他是自己捆起来的。那这个人的状况就是说，他倒着就是说，所以他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也就是说，你们决定不要再欺骗自己，你们决定要跟很多东西决定要开战，你们2个要为你们2个的恋情开战了，你们要去奋斗，为你们的感情奋斗。 OK，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塔，我想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对彼此的那个喜欢跟想要拥有对方已经到了一个爆棚的阶段嘞。对，这个塔其实很当然它也有就是不好的事件，或是让人家很措手不及的一个灾祸的一个意思在。但其实它在感情牌里面有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讲成就是我要隐晦的讲，帮我被黄标，就是天雷勾动地火，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们再也 hold 不住你们对对方的一个情感，跟想要拥有对方的一个情绪好，那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可能就纠结了一轮，然后到最后就算了，不要，我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OK， 很勇敢，很棒。而且其实我觉得你们有经过思考，你们有努力 hold 住过了，但是还是觉得你们就是要对方。 OK， 祝福你们好不好？好，那这一组我就不出建议牌了，因为我觉得你们自己其实就已经有想明白了。这样好了，我给你们一个有没有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的牌，好不好？对，因为我觉得你们比较需要就是你们2个暴走我看你们需要小心什么好了，好不好？就是要不要注意什么？
就不然我怕你们OK， 好。没有，你们没有要注意什么，祝福你们呢。我觉得你们真的就在一起吧，你们就在一起吧，不要犹豫了，你们就在一起吧。而且，我觉得你们的对对方的心是真的，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们就顺应你们的喜欢的心吧，好吗？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那恭喜你们，恭喜你们。那希望你们两个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珍惜对方，好吗？那就祝福你们，OK？那今天第二组的朋友，我们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那我们来到第三组，选择蜂蜜蛋糕跟太阳卡牌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进展哦。哦，嗯，我再出一张普通牌。我天哪！等一下，我要吓死！等我一下啊！等我缓一缓，然后，我看一下，再出一张。
好哦，好哦。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选择蜂蜜蛋糕跟太阳卡牌的朋友，你们两个的现状哦，是，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状态是，处在一个平衡，然后而且其实是有顺利进展的一个状态，就是联络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失去联络，然后也没有说就是讯息已读不回，或者是说就是如果你要约对方，对方也是会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打电话啦，那有时候买东西送对方这样子，就是你们的感情的进展是一个协调平衡，而且其实是有在前进的一个状态。好，那抱歉有救护车。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头脑里面在想什么。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想太多有关于跟你的未来，或者是跟你有相关的一个计划耶。就是我觉得他现在面对你的态度跟想法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然后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就是想要把你紧紧的抓在手里的这种感觉不会。那你这边呢？我会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应该是有家庭，或者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第3组可能情况真的有点特殊，但我认为你真的是有家庭的人，就是8九不离10。OK， 好，那你自己在头脑里面，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跟现在这个人，有这些可能暧昧啦，或是有喜欢啦，那有一些互动啦，这些东西可能对你而言，你自己都觉得这可能不是这么的正确，或是可能不是这么的好。OK， 好，你自己内心其实一直在衡量，然后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是不对的、不正义的、不 OK 的事情。但其实你会这样子抵抗，我认为你是真的喜欢对方。而且毕竟我觉得你们现在的互动是良好的一个互动。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的内心。他内心觉得你们两个是有点就是对的人，但是时间不对，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所以他会认为现阶段你们两个可能还没有办法在一起。现阶段而言，就是现阶段时候未到。那会觉得是说，也许吧，期许未来的某一天，也许可以在一起，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但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现在不是那个时机。那你这边，你真的其实你很喜欢他耶，你很喜欢他耶，所以其实你很挣扎，我觉得你很挣扎，非常挣扎。那我会认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们各自的未来。
我觉得对方会退回一个有点像是你生命中的白月光，就是虽然跟你不是所谓的感情的一个定义，就是你们的关系不是定义在感情上，他会把自己退回成一个只想要让你开心，只想要当你倾听的人，倾听你说话的人，然后温暖的手在你旁边，那也会严谨的好好的不会逾矩。哇，我觉得你喜欢的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好，那你这边呢？我刚刚其实因为这是大众塔罗，所以其实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就是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来看这个频道，那但我会觉得，所以我刚补充牌又多出了好几张，因为我要确定是不是你是有另外一半或一个 partner， 或者是一个可能已经拥有家庭，因为你看就是一直有出现孩子嘛，有没有孩子？所以我会认为你会希望让孩子能够是开心的、放心的。那即便没有小孩，我觉得你也会比较倾向于在1到3个月那有一些人可能会更久一点，就可能到6个月，你会回归，因为我们有审判，就你会稍微在这1-2个月里面会比较回归家庭，会比较回归到你的身边的那个人重心，或者是会比较回归在孩子身上。如果没有另外一半的话，那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另外一半，如果你是就是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的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会认为你是会比较总之这几个月你就会比较像我，总之重心先放在小孩身上，我先回归家庭，或者是对，就是跟这个人的一个感情进展，我觉得你会把重心转回你的家庭，或是你原本的那段感情，或者是你的小孩身上。OK， 好，因为我们有出现圣杯10然后又有太阳，还有审判。OK， 好，而且我要提一下，我们今天选择的卡牌是太阳，然后我们又出现了太阳牌，所以我刚其实很惊讶，你知道吗？这事情常常发生欸，在我算的牌里面常发生。好 ，OK。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的进展。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会退回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相处模式。好，就看这个圣杯3，然后会比较在这段时间，你们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放松的去，就是好朋友这个状态，或是有点比较先不要谈感情到底要确立起来，或者是要决定是不是真的要把你的家庭丢掉，什么要不要离婚，要不要分手什么的，就是你们就是决定先很比较开心自然的去陪伴对方，然后让对方开心。那只是我会觉得女生这边，女生或者是
比较柔性的那一边哦，就是因为其实我在频道有说过，就是我们的频道是不分任何的性别的 ，OK， 所以请大家自己带入啊，就是比较柔性一方的那一方哦，比较柔性的那一方，其实会比较稍微收敛一点自己对于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是对你。就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我直觉啦但是我们也可以自行带入，就是比较阴柔、比较温柔体贴的、比较温驯、比较可能比较女性的一个那一方哦。那我觉得那一方或者是就是对方，他会稍微比较收敛对于你的付出，跟他会把自己的心稍微 hold 住一点点。因为他必须要退回到，不去争夺，所以，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尊重你的家庭，或者是尊重你的选择，而且我觉得他是蛮能够体谅你的，因此我会觉得说他会稍微收一点，收起来一点。那我觉得你的部分会比较轻松，然后也比较能够，因此比较能够做自己，然后是可以开心的。我觉得他会帮整个感情的局面调整到一个让你可以顺利顺心，而且能够安心面对家人的一个状态。难怪你很喜欢他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认为一个可以出现这样子牌面的一个人，我会觉得这个对象，就是你现在卜算的这个对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很清楚他自己的定位，然后不会多去求些什么，然后他依然希望你们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其实我这样子反而会有点心疼这个对象诶。其实我们真的就是牌如其人，你有时候其实算牌，你就可以看出来，哦，这个人是自私的，或是哦，这个人是大度的，或是这个人他其实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想的一个人，或是这个人他就是城府很深，我们其实都看得出来。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哦。那我觉得他其实做到这个地步，我会认为，我会期待，也会希望有一天，也许在某一个时空里面，你们真的可以在一起。对，我真的觉得你们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对方。再给你们一张建议吧，好不好？就是面对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之后你该怎么做，好不好？你该怎么样才不会，太伤害到他，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能够让他开心一点，让他不要这么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他会是心痛的，因为他把圣杯女王收回去了。看一下吧，好不好？OK。再出一张。
哇，你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耶。我觉得你遇到一个难题。OK，总之在大众塔罗里面，我极尽所能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因为其实六花本身也不喜欢，也不喜欢太去push 大家去做会伤害别人的抉择，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进退两难。那我认为你的家庭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看得出来，你的家庭其实没有任何不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你私心，在你的私心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如何让这个人开心。我觉得私心里塔罗会有一个建议是，选择家庭之外的另外一个建议是，你要不要就比较放松自己，就是不要想这么多，你就去面对他，就去征服他。我想征服有点恐怖，但我现在想到的词是这个，就是你就去当他的国王，你就去当他的王，因为他开始退了，其实。那这也是你另外一个选择。但其实我知道，其实你已经有一个方向了，但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也许是想说，也许在别的时空里面，也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吧，就是你真的去好好的去喜欢他，不要顾虑这么多，然后霸气的就把这段关系给确立起来。OK， 好，那我们第3组的朋友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OK， 那我们今天3个选项都导读完毕，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吧。选择第1组铜锣烧和鞭子卡牌的朋友，我会觉得你应该要我觉得你应该要自己要 hold 住自己，就是你要鞭策自己，不要再给他太多的美好的幻觉，或者是美好的形象了。因为我会觉得你可能，例如说可能跟他出去，你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啦，或者是你都会对他讲话小心翼翼的啦，然后会尽量迎合他的喜好。那我觉得你要鞭策自己不要再这样，就是可能女生就夹个鲨鱼夹就跟他去约会之类的，就是要跟我见面那我就素颜吧之类，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做过火了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给他太多的梦幻，太多的幻想，太多的美好了。OK， 好。那第2组选到抹茶年轮蛋糕跟云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真的就是云里雾里的一个感觉，像这个卡牌一样，就是自己的内心看不清，对方的内心你也有点看不清，然后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啊，你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下面有一道彩虹，所以我会觉得，在你们的挣扎跟你们的一个纠结之后，真的你们会就是拨开云雾，你们会看到自己对对方的真心，然后会正视对对方的感情，然后你们会真的会很美好，
OK，恭喜你们哦。那祝福你们，好吗？那第3组选到蜂蜜蛋糕和太阳卡牌的朋友，我会建议就是选择你自己内心的光明，跟选择你自己内心的正道吧。那也选择让你最不悔的一个选择，就可以咯，好吗？那祝福你，希望你可以选择到你不会后悔的一条路，选择了就勇敢的走下去，好吗？ OK， 那今天的导读到此结束，我是六花乐卡，谢谢今天的收听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按赞、分享、订阅或是留言给我哟。那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开心，拜拜。